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则奇闻异事是关于日本的。在日本有10大恐怖的都市传说，您听过吗？平时应该都看过日本的恐怖片吧？当然，胆子比较大一点的可能会看过。日本的恐怖传说第10名，听说过人面犬吗？人面犬大概是恐怖程度比较低的，但又是最有名的日本都市传说之一了。这个传说是说，在下雨的夜晚，或者是在昏暗灯光人烟稀少的巷子里，就突然会有一只人面狗身的人面犬出没。追溯源头应该是在1989年，一名女性周刊的记者捏造出这样的新闻，没想到后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目击者，甚至还有人报警，希望警方处理。第9名，生物教室的人体模型，这也是超级有名的校园7大不可思议事件之一。生物教室中的人体模型，白天看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有点害怕了，而且据说到了晚上，学校杳无人迹的时候，它就会在校园里走动。自古以来，日本人都相信一点，有着人类形体的玩偶其实是有自己灵魂的。第8名，头发变长的女儿节娃娃。日本的3月3是女儿节，有女儿的家庭就会摆起一座座漂亮精巧、穿着古典和服的人偶。越富贵的人家，人偶自然越多，也越精致。不过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具有人类形态的东西，恐怕都有自己的灵魂。日本人也相信这一点。女儿节娃娃身上还承载着更多的思念，因为当这些女儿们长大后，这些娃娃就弃之不理了。人偶身上的怨念也跟着头发一起越长越长。第7名，如月车站。这个传说大家都听说过吧？如月车站其实是日本一个社群网站中流传的一则都市传说。故事要从2004年开始说起。当时有一位名叫莲石的网友，有人说其真实身份是一名叫做叶纯的女子，谁知道呢？她在深夜搭电车的时候，不小心到了一个叫做如月车站的地方。她将看见的事情不断地在网上留言发布，比如说报警，但被警方认为是在恶作剧，因为根本没有叫做如月的车站。或是听见铃声与鼓声，碰见一位单脚的阿伯。最后一次在网上发布留言是说他上了陌生人的车，要被载到山上去了，然后他就在网络上没有了消息。后来也有网友多次提到如月车站，但确切位置仍然无人知晓。这些零星的情报让如月车站依旧笼罩在神秘之中。排第6的日本恐怖传说是从耳朵里跑出白色的线。这是一则曾经在日本女学生之间非常流行的都市传说。有个女孩因为想要戴耳环，所以请朋友帮她穿耳洞。穿好之后，她看着镜子，发现耳边有个白色的线，试着伸手一拉，眼前突然变得一片漆黑。原来那条白色的线是她的视神经，手一拉，线一扯，
他就失明了。这就像以前古老的那种电灯的拉绳一样，一拉灯开了，一拉灯灭了，但是这个日本女学生一拉就失明了。事实上，穿耳洞根本不会导致失明，但这是个传说，似乎也被一些教导女学生不要乱穿耳洞的老师拿来用了。排第5的恐怖传说是肯德基爷爷的诅咒。肯德基多好吃啊，肯德基爷爷多慈祥啊，但在日本，肯德基爷爷的诅咒是一个恐怖的传说，是所有日本职棒队阪神虎球迷心中永远的痛。这就要从1985年说起。那一年，长期未能得胜的阪神虎队夺得了日本职棒的中央联盟冠军，并且在随后跨联盟的日本大赛中击败对手，夺得了日本第1的殊荣。当时死忠球迷疯狂庆祝啊！他们到大阪道洞呼荣桥上庆祝的方式是一边喊着球员的名字，打扮成该球员的模样，球迷就要跳到河里。但当念到 MVP 球员兰迪巴斯的名字时，他们改用附近炸鸡店前的肯德基爷爷丢进河里，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有胡子的美国人。但把肯德基爷爷丢入河里的那一年之后，阪神虎队便遭遇了长达19年的成绩低谷，不是吊车尾就是倒数第2，也没有再得到过日本第1的头衔，因此被人称为是肯德基爷爷的诅咒。谁叫你们把肯德基爷爷丢进了河里呢？排第4的日本恐怖传说，梦男。在梦中见到的人会出现在现实之中，这仿佛是童话故事里的情节。不过梦中情人这个名词抽掉情字的话，梦中人就有些可怕了。这个故事其实源自于美国的都市传说 This Man， 是说有个女孩的梦中一直出现同一个男子，后来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他的故事，但后续就一点也不梦幻了。常以奇怪恐怖故事为主轴的日本特别剧《世界奇妙物语》，在某一年的春天时，就以梦男为出发点，延伸出了一个恐怖的故事。大家可以搜一搜，自己去了解了解哟。但仅限胆子大的人呢。排第3的日本恐怖传说，裂口女。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？日本的都市传说裂口女绝对是最常被提到的例子。最接近现代背景的由来是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想要做唇形的整形手术，但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闻到医师的发胶的臭味儿。结果这个女子身体动来动去，医师一不小心失手划裂了她的嘴角。女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成了可怕的裂口，疯狂之下便将医师杀死，然后逃出诊所，从此下落不明。之后人们会偶尔在城市中碰见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子，她会问你，我漂亮吗？如果说漂亮的话，她就会把口罩摘下来，用咧嘴的脸问你，那这样漂亮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或是露出惊恐的表情，她就会发怒，将你杀死。排第2的日本恐怖传说，贞子。这个故事相信即使大家没有看过，也听说过。
七夜怪谈大概是日本恐怖电影中最经典的一部作品了。这部1998年上映的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，据说看过一卷奇怪录影带后的人，在7天后就会离奇死亡。而这卷录影带的来源其实又有一个故事。二战前有一位女性超能力者志金子，她因为拥有超能力不容于世而含冤死去。女儿贞子继承了母亲的超能力，却被父亲推到井里活埋了。贞子在井底7天才死去，而她的怨念便透过超能力留存在录影带中。只要看过这卷录影带的人，就会在7天后惨死。要想让自己脱离这个诅咒，只能拐骗没有看过的人去看这卷录影带，就能把诅咒转嫁到对方身上。贞子的故事在当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，不过录影带实际已经过时，在之后的翻拍与延伸版本中更加做出了一些调整。最后我们要说名列日本恐怖都市传说第1名的花子。鬼故事果然大多都从校园开始，厕所里的花子又被称为第3间的花子，是一位穿着红色吊带裙的女孩，在学校3楼的女厕中轻轻敲门3次，再询问：请问花子在吗？敲到离门口数来第3间的厕所时，花子就会应声，然后把这个敲门的人拖进厕所，再也回不来。关于花子传说的源头已经无从考证，传说要击退它的方式也不少。据说最有效的做法是拿出100分的考卷，花子就会哭着跑掉。同学们，可见好好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啊！连鬼都怕。